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进行了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对内阁进行了重组。备受关注的是，7月底曾随团窜访台湾的滨田敬一被任命为防卫大臣，同属亲台派的右翼政客高市早苗出任经济安保大臣。分析认为，从岸田的第一任内阁的表现来看，日本已经在一边倒地追随美国，而新内阁中又有多位亲台派。中日关系在防务和经济层面仍将面临复杂考验。当地时间周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完成自民党高层内部人事安排、内阁成员重组工作。这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岸田首次改组内阁。岸田新内阁成员共计19人，其中9人为首次入阁，5人留任。岸田文雄表示，之所以要迅速改组内阁，主要是要因应有事，包括乌克兰局势、台湾海峡局势、物价飙涨等经济议題。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中日關係時，表示中日要開展對話和合作。諸懸案を含め対話を重ね、共通の課題については協力をする、こうした建設的で安定的な関係を双方の努力で構築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岸田文雄还表示，日本对台湾问题坚持一贯立場。我が国の台湾に関する基本的な立場、これはもう従来から一貫しております。1972年の日中共同声明を踏まえ、非政府間の実務関係として維持をしていくこと、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対話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不过，岸田文雄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再次对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之举指手画脚，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围台军演。上周五，岸田文雄在与佩洛西会晤结束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妄称，中方军演对日本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他对此表示所谓谴责和抗议，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军演。日本航空自卫队还宣布，本周二与美国空军在冲绳周边实施了共同训练，双方共有10架战斗机参加。日方称，这是为了提高日美共同应对能力而进行的战术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文雄任命的新内阁成员中有多位亲台派政客，其中少子化大臣小仓将信和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分别于今年5月和7月窜访台湾。41岁的小仓将信是首度被延揽入阁，他原本担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自民党青年局有首相的摇篮之称，除了前2年受疫情影响，通常每年都有大批成员窜台。就在佩洛西窜台前不久，滨田敬一和石破茂2位前防卫大臣组团窜台。该窜访团在台4天期间，与蔡英文、赖清德、吴钊燮等人见面，还吊唁了李登辉。石破茂在出发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此次行程并未事先跟岸田政府交换意见，但行程获得了许可。石破茂声称，此访目的是与台湾广泛探讨区域安全情势。而滨田敬一返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岸田内阁的新任防卫大臣。岸田文雄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为了有事时能够果断执行政策，他启用了经验与实力兼备的阁僚。分析认为，这很明显是指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的滨田，因此岸田再度启用滨田，也可以视为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的人事布局。岸田在记者会上还声称，将会参考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提出的意见，讨论增加防卫费。被调任首相辅佐官的岸信夫也将继续发挥其能力。岸田新内阁当中，女性阁员仅2人，其中1位是担任经济安保大臣的高市早苗。在阁僚接待式的席次当中，高市被安排坐在首相岸田的左邻位置，是内阁第2号人物。岸田的右邻位置则是连任的外务大臣林芳正。高市早苗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上周还在自民党政调会长任上的高市早苗，就在社交平台上老调重弹，再次搬出安倍晋三提出的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宣称，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必定会卷入战区。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所担任的经济安保大臣一职，负责酝酿并制定经济安保相关重要政策，强调以有力手段加大对特定产业的支持。重中之重就是半导体产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问题，而这正是美国当前极力拉拢盟友恶化的主攻方向之一。不论是建立主打芯片供应和数字经济的印太经济框架，还是拉拢亚太盟友伙伴炮制所谓芯片4方联盟，美国都需要日本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目前在日本国内已经通过，可能在接下来一些
具体的实践领域，高市早苗可能会发挥一点他个人在这个牵制中国这个议题上的这种引领性的作用，然后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或者说比较强硬的一些这个姿态会体现出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那么在您看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次大幅度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人士，有着什么样的看点吗？很显然，岸田这次大幅度的人事改组，或者说是人事大清洗，是借着要撇清内阁以及自民党跟统一教的关系为名而进行的。因为安倍跟统一教走得过近而预知这件事情，已经极大地影响了自民党的形象，拉低了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所以亲民与统一教有关联的阁员全部被清退了。当然，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岸田真正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巩固自己在自民党中的权力基础，巩固自己政坛上的支撑地位，甚至是欲取安倍而代之；另外一方面，这是要通过明捧暗贬的方式，逐步边缘化安倍派的势力，甚至是逐步消化和吸收安倍派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人事改组中，安倍派似乎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有多达4人入阁。这主要是因为安倍派目前在参议院的席位仍然高达94席，身处矮檐下的岸田不得不低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岸田就没有什么想法，他的手腕是在内阁中实行派系控制，用其他派系来平衡安倍派的影响力。如此一来，派系平衡最终就变成了派系制衡，并使得自己在驾驭各大派系时能够处于超然独立的地位。因为岸田深知，这些年来除安倍外的大多数首相之所以会成为短命首相，就是因为被党内的其他派系给做掉了。岸田以广纳各大派系为名，让党内派系形成相互制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分权，但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的集权与长期执政来铺路。那在您看来，在大幅度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人士之后，接下来的岸田新内阁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呢？尤其是会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其实岸田的这次内阁改组在2个关键性的位置上换上了2个关键性的人物，而这2个人的任命实际上也就预示着未来的岸田内阁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其一是在防卫项一职上，用66岁无派阀的滨田敬一取代了安倍胞弟安信夫。滨田敬一是日本政坛上有名的亲台反华派，他不仅主张在军事上对华强硬，而且力主台湾与日本要加强防卫协作，甚至是要建立类似于同盟般的关系。因此他在日前随着所谓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会之会去过台湾之后，回国后立马就获任命为了新的防卫大臣。这显然是岸田政府的刻意安排，目的是要向两岸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其二是在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职上，岸田任命了力主在经济上靠近美国疏远中国的鹰派人物高市早苗。没有派系背景的高市早苗却自称是安倍路线的最忠实继承者。他去年在担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的时候，主张台湾与日本要建立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并强调自己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从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出这么几个政治信号：一个是岸田这一波人事调整实际上是在为其接下来的进一步亲美亲台与疏远中国大陆政策在做准备；其二是岸田这一波人事调整实际上是在为接下来完成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3项重要的外交防卫战略做准备，而其最终的目的，这是要完成安倍生前的修宪计划。也就是说，岸田虽然在关键的位置上没有再用安倍的人，但是他却执行的是安倍的对华强硬路线。